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Ari， 我是小红，我们在特拉维夫。又到了每周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以色列生活的一周回顾的时候啦。我们为什么会在特拉维夫呢？我们参加了一个乐高展，算乐高展吗？我们参加了一个海贼王的活动。就是乐高最近出了海贼王的系列嘛，全新的系列。那以色列的乐高专卖店就特别在这边推出一个活动，就只在特拉维夫有。我们原本也不知道活动是什么，但是看到有活动又是免费的，就报名了。然后呢，才知道原来是闯关类型的。就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关卡，然后通过不同关卡呢，它会给你盖印章。然后换小礼物这样。对啊，可以换到一个恶魔果实，然后最后呢，全部集完还有一个海报。海贼王的海报。对啊。没想到海贼王在以色列也蛮红的。甚至还有爸爸妈妈带小孩来。原本以为是小孩是海贼王的粉丝，有看到妈妈带鲁夫帽，戴草帽。然后爸爸是穿海贼王的衣服。我有看到穿罗的衣服。有一些也蛮日系的妈妈。对啊。就是感觉是动漫迷。就是跟我们平常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到的、遇到的都很不一样。基本上出了耶路撒冷，就好像出国一样。对啊。耶路撒冷自己是一个国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从我们耶路撒冷国的故事开始讲起。这礼拜呢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礼拜，首先它不像上礼拜那么热。对，有降温了。对啊，好多了。29度跟39度还是差很多。对啊。然后这礼拜的开始比较刺激一点。礼拜天就全以色列大罢工。大罢工之外，早上还去轰了也门。对啊，那一早就有新闻传出来，也门的叛军他们的电厂吧，有被以色列海军发射飞弹攻击了。那我们看到新闻就知道，大概今天或明天要很不平静，可能又会有防空警报。果不其然，那一天下午就响了防空警报。还没天黑哦。对啊。不过他防空警报响的时候，特拉维夫这边，对，也不止特拉维夫啊，全以色列各地都还是有很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哦。所以像在特拉维夫，它的人质广场也是塞了几万人。水泄不通。防空警报一响，大家怎么办？没怎么办，就也就地坐着站着在那边等。不过我老板有在现场，他说他要想办法躲到建筑物里面。他说很困难，很困难。而且呢，他去的时候没有带水。他真的很热血的老人。对啊，他是从他家骑脚踏车到人质广场自己开的。他什么都没带，只有带他手机。结果呢，那个广场满满都是人。就很没组织的对他讲。他说很热啊，很晒，又没有水，他都快昏倒了。然后现场有人在开始卖水，结果呢，他只有手机，所以他们不收手机的信用卡，只收现金。没有人可怜他吗？他都已经是75岁以上的老人了。他是硬汉，不容许人家可怜他。所以最后呢，他说原本打算在家久一点，实在受不了就提早回家。神力女超人也去的。对，新闻上有播，说他到人质广场，然后跟还有亲人在加沙里面的一些人质家属有关心他们。之后呢，还好，这个飞弹也没有造成什么伤亡，是有被拦截到。
好像我们在避难室的时候，还有跟我们房东奶奶分享了我们的猫咪。哦，对啊，给他看了在台湾的猫咪对，照片跟影片。结果就开启了我们的那叫什么猫奴模式。哦，房东奶奶就开始问我们那个猫咪的饲料啊，推荐什么款啊，然后它的猫咪是现在什么状况啊，它的一些健康的issue。再来就也没什么其他事。对，礼拜一、礼拜二都是正常去上班嘛。到礼拜三早上我去买菜嘛。然后下午我们又去办事情。对啊，下午去塔皮欧那边办事情。对，塔皮欧就有点像耶路撒冷的内湖。它以前算是工业区起家的，现在的话就有很多的量贩店，也有购物中心，还有一些汽车。哦，对，很多汽车维修厂。对，也有贩售的，就是一些进口车也会在那边。还有耶路撒冷的驾训班也大多在那附近嘛。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的驾训班呢。路上经过看到。那边也有不少的买东西的地方 ，shopping mall 啊，小的啊，或者是大型的。然后甚至有一些 outlet。就是我们上次拍那个大头照的地方。主要是 outlet 啦，耶路撒冷的 outlet 都在那里。对，就是其他地方是没有 outlet 的。但是那个 outlet 不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那种 outlet， 它是以色列的 outlet。那在那边呢，我们碰到了几件有趣的事情。第一个是我们误入了一家有点像之前我们提到的小北百货那种商店。可是那一家进去以后，我就说哇，超乱。对啊，里面超级乱的。就走道都有可能被它从货架上掉下来的东西堵住，过不去这个程度。或是地上有球，会踩到会跌倒的那种程度。就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就算这边以色列人破坏力再强，也不至于整间店都这个样子。对啊。后来呢，我们实在是被吓坏了，所以就退出店外看一下，看看我们到底是进了什么地方。到底这是哪一家店呢？对，因为我们本来只是要进去找个锅盖而已，所以我们退出来看呢，是看到说有写着30% off， 打7折。但是他那个是用手写的，而且呢又是书写体的希伯来文，那我们就没办法直接用 Google 翻译去翻，因为 Google 翻译只能翻印刷体的希伯来文。两个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所以我们就不是很有把握它那到底什么意思。不过如果打7折的话，那很多东西还是蛮划算，因为它本来就算是特别便宜的店。所以我们就决定进去给锅盖一个机会。结果一结真的挺便宜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就理解到为什么里面会炸成那个样子。稍微啦，可能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去了。然后店员也来不及收。对，因为店员也要拆那些其他的货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甚至还在进货。对啊。蛮神奇的，地上都是东西，他还怎么进货？怎么上架？地上都是东西，但是架子上没有东西。架算空空。那个真的是我看过耶路撒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商店。这个是超乎想象。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吃了一间串烧，这间串烧是我们以前有去过它的餐厅的版本。那这次去的呢，算是它路边摊的版本，亲民的版本，比较平价的版本。这次去的算是比较平价的版本。对。它其实2间店就开在对面而已，对街。对，之前我们招牌也一模一样。之前我们去的那一间呢，它进去是一个人要点2串。它的串烧，它的所有主食跟配菜就可以吃到饱。然后一大堆以色列的小菜，包含像法拉斐，也都有。它的价钱不便宜，不过整个用餐环境都很好，就是很高级的那种以色列菜。进去一个人消费大概也要到台币1500到2000。不过上次我们去完那间店之后，就发现它对面有间店跟它的名字是一模一样。而且里面也在卖类似的东西。而且 Google Map 上面的评论是共用的。
很有意思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又到了同一个地方，就决定去给这间平价版的一个机会。一样有小菜，就是小菜的量没有它对面那个高级版的这么多样，但是也是有个4样，然后你可以自己自助自己装。就腌菜都是腌菜。你最喜欢哪一样腌菜？它的橄榄超咸，很咸很咸。但我是那种不喜欢吃胡萝卜的人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胡萝卜丝，从上次吃完他们对面的那个餐厅以后，我就觉得他们胡萝卜丝弄得超好，凉拌的胡萝卜丝。这次吃一模一样的味道，就是他们应该就是同一批吧。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胡萝卜丝，没有胡萝卜味道，非常棒。然后这边的那个高丽菜泡菜呢，他们也有哦。然后他们会加那个姜黄粉，跟台式的泡菜那个口感有点像，不过就是多了姜黄味。它那间店不是很大，不过它就配了2个的外场。我们原本以为是为了配合那边很多小朋友吃东西会弄得整桌都是，直到我们自己吃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很小心了。吃到一半才发现为什么我们桌上也湿湿的，原来是那个拉法底下会那个有酱汁，然后整个纸袋都会破洞，就是弄得油油的啦。但是小朋友他们吃的当然更恐怖。对，我一进去的时候找位置坐下来，然后旁边刚好有2个小朋友刚吃完，他们吃的满手都是，就来拍拍我，想跟我说话，嗨，理我。后来换我坐下来，他们2个弟弟就被他们的姐姐拉走，不然他抹完他全身再来抹你，真的很恐怖。最后就是我们吃完这个串烧之后啊，还有去旁边的一间量贩店，碰到了一个很无耻的以色列人。你不要用别人的形容词。对，那个无耻不是我讲的，是排队在我们前面的另外一个人讲。OK， 就那时候我们已经东西都拿好要结账了，我们没有推车，所以呢就是小红手上拿一些，我手上也拿一些东西。想到说，还有个东西可能可以买，那就小红在那边排队，我去找看看他们有没有卖我们要找的东西。结果有找到，我就拿回来要给小红挑。一回来发现，他前面的一个大叔竟然在跟他说话，跟我说话。对，原本还笑嘻嘻的，然后呢再说，那就让你先排好了，让你先结好了，结果看到我马上就说，还有他哦，那不行哦，只有你的话可以，有他就不行，然后就开始需要结他的东西，他就说 I only want to help you， not him。对，我手上也没几样啊，我手上也才2-3样东西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啦，随便你，然后他就笑嘻嘻回去结账了，真的是。Ari 很有意见的是，他就是觉得说，为什么那个大叔没有问我前面的那一位小姐？对他跳过了我前面那位小姐，他就问我，然后看到他就说不结了，不让你结了，结果后来我把没有要结的东西拿回去放，这时候你前面那一个不是他也受不了？对啊，我前面那一个那个女生就转过来跟我说。前面那个人真的很无耻那个英国的一个小姐姐，对啊，但是她在意的点还有其他点。她在意的是说，我前面那一位大叔，他怎么可以把推车放在那边，然后人去购物？他就把那个推车放着，
然后他就人就不见了，然后他就是拿两样，然后一直去拿。就是他推车本来就已经满满的，后来呢是堆得跟山一样高去结账。对。然后那一天在塔皮欧，就是这3件事。再来就是今天我们来特拉维夫。运气很不好，我们是本来就定好今天要来，因为乐高店的那个活动就是排在今天嘛，我们预约到今天。结果2天前才看到特拉维夫这边的火车停驶。平常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话，搭火车一下就到了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很舒服。我没有火车就要用老方法搭巴士。那个巴士就久了，而且是弯来弯去的山路，比较不舒服。而且一到特拉维夫，靠近特拉维夫的交流道开始就会塞车，还不用下交流道，在上面就塞了。对啊，好不容易进到特拉维夫之后呢，我们就卡在公车上，已经看到它的总站了。公车站总站。下车的地方就在前面。但是公车就停下来了。我们就卡在那边25分钟。动也不动。门也不开，因为不能开啦，因为它没有停靠任何的边边，它就是在路的正中间。对啊，它要回转，然后一回转就在回转的地方就卡住了，谁也不让走。即便车上很多人都站起来无数次，对，但是司机真的是没办法在路中间是让乘客下车，太危险了。不过就算是这样。后来呢，也是在停到他应该停的定位前，就让所有人先下车。他只是稍微进到公车站里面，对，就是靠人行道一点。对，就让大家下车了，不然可能要再等个20分钟，不然车上的阿嬷感觉已经要破窗而出了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因为小孩就是哭啊，车上的小孩有哭的，然后阿嬷他们都站起来了，以及大叔们也都往前冲。对啊。背包都背好，不知道多久。他们就是背好，然后走到前面，然后又后退，又往前这样。接着我们就从那边要想办法到乐高店在的 Dizengoff Center。我们有个选项就是可以直接搭公车，公车有直达。但是我们那个公车站塞得水泄不通，我们连车都进不去。我们就想，那要从那边发车的公车到得了吗？所以我们就决定，那就搭看他们的捷运吧。对，我们用 Plan B。对，他们是新开通的捷运，去年嘛。没多久。是地下的。对啊。这跟耶路撒冷就没有。很有回家的感觉。它整个很新啊，真的是非常新，很干净。进去的那一站，他就 security 问我们，你们在录影是为什么啊？是拍片吗？对，那也就没什么事。之后我们出去的那一站也是有看到 security， 这次除了 security 之外，还多了他们的狗狗。缉毒犬，应该是侦爆犬，闻火药的狗狗哦，爆猎物。对啊，很可爱耶，我好想养一只哦。这个他们退休之后应该是可以。德国狼犬。超可爱，很帅。就他们这边的安全防备还是蛮高的。所以我们就体验了2站的特拉维夫捷运。对，真的很舒服。比想象中的还好很多。所以它班次很密集啊。我们错过了2班，在我们还在查找方向的时候，然后第3班又来了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等到的感觉。为什么会说他们捷运很棒呢？因为后来我们捷运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转公车，那真的是那个公车呢，我们就眼看着我们的公车即将到站，再过2站就到了，然后他就一个右转，全车的人都站起来，大家全部都讲同个字，Dizengoff Center。对，没有去了吗？然后麻，然后后来公车司机就停车开门放狗，不是开门放人，然后我们忍不住就问了旁边的一个大姐，同车的，
说我看得出来他转弯了，没有要去，但是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他就讲，司机说我就右转了，也没办法，你们就自己去吧，那个方向。然后我们就只好一路上坡走了2站。对啊，那家伙应该是第一天上班，还好，也不止我们，是整车的人，大家都要一起走。对。而且我们那时候还下车就赶快看说，这样是除了走路有没有其他选项？有啊，有其他选项啊，搭公车，但是那个公车呢，那个整条马路都是塞的、堵的，你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才会来，而且没有人对公车还有信心。对，所以就还好，其实特拉维夫他们的那个绿荫做的不错啦，因为这边真的实在太热了，他们树比耶路撒冷大棵很多，所以人行道基本上是可以走的，就是可以走在人行道的树荫下，对啊，所以还 OK，到了就都蛮顺利的，很多小朋友，对啊，我们也去充当了一下小朋友，也很多大人参加，对，虽然多半是有带小朋友，有多少小朋友就有多少大人，对啊，而且不是说就让小朋友自己在那边玩，大人也要跟小朋友一起，对，大人手上也都会有闯关的那个券嘛，对，单子，因为毕竟报名的时候你就要填你是几个人这样，然后 Disney Go Center 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来了现在在的地方，是 Shake Shack，因为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要么吃麦当劳，要么吃当地的沙瓦玛，披萨饼，好像就没有什么国际的那种素食店，也没有 Burger King， 对啊，也没肯德基啊，对，这是我的吗？我的是2片肉这个是2片肉所以我的是那个吧？那我刚好，你先吃，看看，很自然，挑肉多的，没有羊味，没有羊味，很纯正的美国汉堡排。对。那虽然我们还没有回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这礼拜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在回耶路撒冷前，我们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再录起来，放在最后面跟大家分享。对，还有那个期待晚上跟我们的帅医师好朋友见面。对啊。这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只是皮皮吧？对，不是胖丁。我查到分了。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250。